这是什么？像是这一块钱。一条线。原来是他埋葬了慧妈他们的尸体。他让我想到沙丁鱼。你看，它尾部像沙子，却又不随风摆动，明明聚在一块儿，却又粒粒分明。整个东西移动起来，就像是沙丁鱼群啊。是生物，就表示是可以被杀死。小心！追着！你小心！快走！去后边，快！你刚才拿刀要看啥？救你啊！我知道你是要救我，我是在问你，你是想拿刀砍我的腿，还是砍沙子？那得看情况而定。啊？刘鑫，咱俩先说好了，要是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麻烦你尽量保证我身体的完整性，好不好？除非是我主动要求，否则你不要替我的腿或者胳膊或者任何一个地方做决定，行吗？知道了。这个玉门关应该是消失了。走，去看看。皮影关的土台不见了。所以，鬼火、皮影关还有怪沙子，只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。一旦玉门关关门关闭、消失，这一切就恢复正常。你看，咱们之前航拍拍的。那有没有可能，司马道尽头
就是玉门关。听过《桃花源记》吗？你是想说玉门关是个类似的地方？那问题是人呢？如果这2次算是进关的话，为什么连半个人影都没见到？那我之前那些货又是送给谁的？咱们物资也用完了，先回营城收整。现在有经验了，下次进来多做一些准备。肥堂一会儿把掌勺送回去，然后别忘了去报警。死了3个人，总得有个交代。明白，东哥，报警。来了。请问是513房间的昌东先生需要热水壶吗？服务员，兼职，明天这一层都是我做法，顺道给您送个壶。你要是需要洗衣服的话，楼下有个洗衣房，是公用的，洗衣粉、洗衣液都有，但是需要您自己操作。好，走了，祝您入住愉快。飞堂，钟哥，人我送到了啊，就是这个棋牌室。哎，你这名儿，你说它起的多有意思啊！天罡地虎。哎。你把你衣服跟我放一块洗了。啊，省时省电省水省钱。老夫想很快就按15分钟快洗，可以吗？行。肥堂还没回来呢，估计挣了大钱去哪儿快活去了吧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咱俩？
明明是2个世界的人，为什么会牵扯在一块儿？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好恶心啊！你喝了啊？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也不知道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，非要跟一个人有关系的话，如果那个人是你，我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。再洗一会儿吧，干净。做法。你真会做法？这有什么不会的？一个老服务员带我做了2间，很容易啊。我自己也试了几间。临走前问顾客：“你满意吗？”都是很满意。还有人跟我要电话，说我做服务员太憋屈了，给我介绍新工作。有才的人真到哪儿都不会被埋没的。那人才，请进。程总，你知道一般有素质的顾客是什么样子的吗？都是我一敲门问你需要打扫吗，他会说不用。我素质一般，需要打扫。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海龙队？还没想好。那你快点想，我想早点解开我的身世之谜。喂，飞堂。张东吗？哪位？姓柳。7。你和那个灰八什么关系啊？真是敞亮人呐！灰八是我老乡，有事儿我罩着他，他发财也会捎上我沾沾光。那你们找我想干什么？兄弟，别多心呐。就是想找你随便聊聊，问个事儿。灰八手下的人呢，废物多，人死了，尸体没带回来，还编了一堆谎话，我不爱听，想找个脑子清楚的人问问。没有为难我朋友吧？没有，客客气气的请他来。就是他有点激动，自己磕碰出点什么，不赖我们。哪儿见？大通关。附近有个棋牌室叫天罡地湖，今儿下午我都在。行，那过去是独杆还是能成双？
随便，来多少人都行。999小儿感冒药，儿童专用，妈妈安心。邀您精彩继续。七爷，人到了。东哥，坐下。坐吧。谢谢。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儿，以后遇到被野狗追这种事，你就先看清形势，打得过再打，打不过你就给我装孙子，赔笑脸。等他放松警惕，你再一砖头给我扑上去，往死里打，懂吗？是给我丢脸。见笑了。说呀。是叶小姐吧？我很多年不跑道了，册子上有人上榜，我倒也不太在意。这2天呢，我打听了一下你的来路。啊，你倒是摸牌呀！听说你早几年开东风货车，碰到过3次劫盗，3次都全身而退，还放话说没有你叶流喜过不了的关，口气挺大呀。无人区嘛，你一个女人1台车，难免遇到各种事，没点硬货傍身也不方便，不然你叶流喜也不会榜上有名。但咱们这是市区，做事都得懂规矩。对，没错。那七爷不介意借个药箱吧？不然一会儿出去让外人看见，还以为你们这儿打人呢。你讲生意啊？复牌。谁摸？谁摸牌？我来。辉八手下还有我这朋友，应该把事儿也说清楚了吧？那这次还找我们干嘛呀？花牙跟我说，辉八被飞来的铁钳给削了。为什么尸体不带回来？说是没了，这事儿你能信呐？那七爷认为是怎么回事？以我的想法呀，一定是挖出了什么好东西。这种事儿我见多了，人心一贪就容易坏事。七爷，但也说不通啊。霍牙完全可以编一个更圆乎的故事。现在又请到2位，你们也是一样的说法。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呢，这事儿是真的。那既然是真的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哎，别走啊！我这牌都快糊了。叶小姐，不要着急胡牌，不是还要给这位肥堂小兄弟上药呢吗？我跟你们讲个事儿啊，这事儿呢，发生在近30年前。那天我准备出差，回颍城，路上呢遇到了几辆货车，车上拉着货，透着情况。刚准备走近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始终忘不了开货卡的皮影人。我曾想回到现场去看，但是我没有勇气。我记得一共是9台车。我爸跟我说，打开皮影官那天翻了，
数过也是9个。你看看啊，原来我跟这事儿早就攀扯上了。这样，咱们两头开天窗。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把话撂上秤，我掂掂斤两。要是能做，咱们交个朋友；要是不能做，咱们就按规矩办。摆酒找人讲和，或者划橙子，怎么样？灰八的尸体要收，兄弟间得讲道义。姐，你这么做不地道了吧？对不住啊，习惯，我喜欢摸人家的底儿。但是，这不是也给2位上了一课吗？出来做事得小心，别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。啊！我的房间也翻了。叶小姐的东西也挺有意思的。2位是本市人，和本市人合作得有诚意。这样吧，我说个法子，你们看行得通行不通啊？我出资，你们出力，我要求不高：1，帮灰八收尸；2，帮我解开皮影车队这个谜团。要是找到了，车上的东西都归我。姐，其实活了。这个可以啊，我就喜欢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。既然谈成了，那为了拉拢感情啊，我们也得交心，不是？吃饭、喝酒，总不能少的。倒也不麻烦啊，我们就在这儿吃。待会儿呢，还给你们介绍2个朋友。你真打算收他钱啊？不然嘞，不拿牌不拿。有些钱不能挣，你不能只看眼前，万一违法呢？那也是他投资眼光差，入错股，我有什么关系？没规矩啊！哎呀，我饿了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干女儿丁柳，小柳。这个叫高深，帮我做事的。我呢是这么考虑的啊，大家刚认识，互相还不怎么信任。我这钱要是出去了，你们呼天海地的给我造了，回来跟我说，七爷什么都没吵着，我这心里头啊会不平衡。所以呢，我这头也出2个人，放心，都是帮得上忙的，不会给你们拖后腿。小柳很能干，给我照看生意，没人敢闹事。姐，灰八什么下场你也清楚，想派人盯着，理解，但把干女儿都送出来，也太下本了吧？我老了，这2年呢，正犹豫着要不要把手头的事儿交给小柳呢。他缺历练，玉不琢还不成器呢，闯出来了算他的，折在外头，那就认命，反正不是亲生。行，他们俩可以去，但有一点啊，分清主次，
我们可以带帮手，但不需要头头。那是当然了，你们尽管放手去干。这位兄弟，我可以帮你们照顾好。七爷，昌东，您给我交块羊排，拿个大的，他够不着。你知道我干什么？你自己想做什么要做什么，你自己长嘴自己说，自己都不吭气，跟上了你着什么急？在这儿待着。你说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不在你这儿待着，我不让你们管。七爷，裴腾确实不适合待在这儿。你看他的生育历程，文玩世家，那些破铜破瓦他随便看一看，掂掂重量就能知道是哪个朝代的，值不值钱。对，裴腾，你跟我说你是那个什么文玩鉴定评估委员会是吧？是那成员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去年去的嘛。所以嘛，七爷，你不是要找皮影车队吗？如果这一趟出来没有什么行家，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查到就回来了。您别生气啊。好啊，喝酒，那咱们就算谈妥了啊。打明儿起，高深、丁柳他们就跟着你们两个人了。来，喝酒。你觉得那两个人难搞吗？七爷说了，这两个人都是厉害角色，让我们小心一点。哼，别乱来。那个昌东和那个女的原来是一对啊。是吗？看不出来啊。只有你这种呆子才看不出来。那是一对的话，是一对就好办了。想让情侣反目，太容易了。你过去看看。狂风袭来，就让世界停摆，偷换一个未来。等荒漠的花开，一切都重来，让意外不意外，换原来的原来。狂风袭来，就让世界停摆，偷换一个未来。等荒漠的花开，一切都重来。我一会儿会会那个昌东。其实我仔细想了想所有事儿啊，可能进了司马道也不能算进关。那司马道算什么？这个司马道也许是进关的必经之路，但这一切都跟你有关系啊。我们假设你每次进关都需要经历血、沙暴、司马道，可在沙暴中人很难看清楚路，丢了人，丢了车，迷失了方向。这些呢，更像是一种防卫保护机制，驱赶那些误入这个地方的人，让他们害怕、逃跑，甚至口口相传，提醒后人远离这个地方。比如说飞烫，吓得屁滚尿流，第二天想跑，连路都找不到。咱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关门在哪，但可以确定啊，
这个司马道已经是重要区域了，那儿有皮影官，有奇怪的眼睛，只攻击我不攻击你。那有可能因为我是关内人吧，所以不管是杀还是眼睛，都会对我网开一面。还有那首歌，出关一步血流干，到目前为止，咱们只能确定这个皮影人是从关内出来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关内人，那也不是普通的关内人。行了，一会儿你把车停过来，横着把风挡住，就这儿扎营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好。没信号啊，发不了高空间 ，WiFi 呢 ？WiFi 呢？哟，你照看啊。这高深啊，一定是上辈子欠丁留的。为什么我这根线穿脖子后边，你那个穿胸后边？不都一样是皮影人吗？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旦角杆穿在胸后面，胸线会挺好看；那个生角装在脖子后，昂头更精神。这都什么人呢？就喜欢看女人挺胸。是啊，女人挺胸更好看。哎，我坐这儿，让小妹妹不好意思过来。我给你们挪地儿。行啊，谢了啊。你在这待着吧。谢谢。有热水吗？想喝点热水。又换了个造型，记得挺清楚啊。没法不清楚，就这么一会儿，你看，一会儿狂野型，一会儿淑女型。现在这小姑娘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跟着吗？其实我觉得你也应该换换造型，绝对能让人掉魂儿。
有事儿。又来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补血。一会儿帮我把那2个人放倒。为什么？怕他们出事儿，要嫌他们碍事儿。你不出去了？你到时候怎么跟柳溪说？人钱给了，一进来就被撂倒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退得让他们自己退，咱们才不落人口实。要我说，让他们借，这吓退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赖不得别人。再说丁柳给柳溪开了3年生意，他要是没那脑子，干不来这事儿。高升被派来保护，他肯定也不是弱鸡。他们要是不派，咱们还能多俩帮手。在我看来，就是2个麻烦。哪能事事都如您意啊？这就是世间道理。哎，东哥，说这小丫头一大早上就在这化妆，化给谁看呢？一共就咱们这几个人，我看这高深他也不怎么搭理，他正眼都不瞧。我请他吃饭。你说是化给谁的呢？小丫头爱美正常，是不是化给你看？你够闲的啊！挺大精力，放胆认识。无不无聊啊！要是我就去称王称霸。漂亮。行了，来吃饭吧。可以吃饭了。知道了。蒜也都剥好了。来一个。你给我盛少点。今天有安排吗？吃完饭去给回拔收尸。行。现在啊？白天做事儿更安全。也是，坏事都在晚上出现。我们还真帮回拔收尸啊！总算相识一场，收尸回来之后，警方处理也比较方便。也是。好了。抱出来吧。快去帮忙。我去不了。这事算是办成了，我待会儿打电话给干爹，让他找人把尸体拉回去。接下来做什么？继续走。来，1、2。什么是司马道？
皇帝和皇后合葬的地方，一进去就有一条司马道通往灵冢。如果说像司马道又通往灵冢，那这个雁门关不就是一个巨大的陵墓吗？那我们去查一下其他图腾，看看会不会找到其他东西。行了，你们俩下去吧。你行吗？行，你安全带系好了？放心吧，没事。行了，你要真没事，你也不会让我下去，小心点啊！不是，这是要干嘛呀？哎，行了，快下去。这要干嘛？没事，他故意这么撞的。东哥，你能这样吗？这一行归一行，人不能样样会啊。那就是不能呗。昌东，东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！你们俩先靠边，我把车挪一下。你怎么知道这有这个？他怎么知道这儿有？哇，什么情况？哇！王安彩，别看那么近真有这个。这画的什么啊，飞涛？这应该是一个大将军在思念他死去的夫人吧？东哥没错，这就是大将军在思念他死去的夫人。当时啊，他的夫人死了之后，大将军郁郁寡欢的。术士呢，就是能让他的夫人回来相见，但是明确他们俩只能隔着幕布相见。这故事当时很有名。传说，在荒漠曾有一段时间妖邪横行，有方士周游士在沙漠深处发现了一处奇怪的路，明明是绝路，里面却另有天人，或是妖鬼世界的来源。其中风土异兽大不相同，方士们在这学会操控妖兽的艺术，以此祸乱人心，讨好权贵。大将军呼唤起死去的夫人，失败后迁怒于方士，因此他决定将方士和那些异兽邪术一起都给赶入了奇异的空间，并封闭入口，让他们永世不得再现人间。这便是哎，这还有字呢，不知道是秦还是汉。这是6个字儿，什么什么谷，什么东魂，什么什么谷，什么东魂。东哥，能打开？
哎，什么情况？天怎么变暗了？别动。哎，峰哥，会把那次天一变吗？太黑，看不清。小心啊！哎，明朝哎，这是明朝啊！你看，没错，你看这个网巾，这个就是明朝的时候给成年的男的梳头发用的。你看穿的皮夹子，这绝对是明朝。所以唐宋元明清都得来一遍呗。我干爹说你们上次开了唐馆，这次是明朝的，怎么连点陪葬东西都没有？你不懂，这不是棺材，这是皮影棺。它因为长得像棺材，所以大家叫顺口了，就叫成棺材了。几个9张。9个，又是9个。除了服饰和朝代不同，其他的和那个唐棺没什么区别啊。隋唐说鬼头队流传了几百年了，可能不全对，也许自汉之后各朝各代都有，或者说是关外有一条通道和关内互通有无。那个相机还记得吗？80年代的海鸥牌已经是老古董了。没错，现在我们用的东西更新换代都很快，几年前还用按键手机，可现在几乎全是智能触屏。这个相机是胶卷的，很少有人在用了。如果关内有人的话，就说明关内物资匮乏。没错。先回去吧。999小儿感冒药，儿童专用，妈妈安心。邀您精彩继续。刘鑫，刘鑫，那天晚上和平行。对。看过去。哎。鬼火会变形？汤妈，你看看，不像鬼火，鬼火说白了是灵火呀，它更像是小咬。小咬？啊，这个地方比较常见的一种蚊虫，夏天比较多，它体型特别小。以前的探险队特别烦这个东西，因为它只要一出现就是成群结队，黑压压一片，你抹了防蚊油都没用。可现在又不是夏天，再说小咬会发出像鬼火一样的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它是从关内飞出来的？咱们对关内一无所知，什么都有可能。你看。从时间上推算，异象应该要消失了。它有没有可能是要往回赶？而且他们都往这个方向飞。走，跟上去看看。这会不会是个入口？做个记号。行。
果这里真是入口，会进吗？我100%是关内人，但是你进。说好的事儿，我肯定做到。再说了，不是有一句老话吗？黎明之前最黑暗，越是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就说明真相离我们越近。那你找到可阳他们之后就出来了？是。姑娘，咋称呼？姓叶，叶流西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非要跟一个人有关系的话，如果那个人是你，我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。笑啥？笑。啊，笑吧。你说啊，我如果拿根棒子把你砰一下打傻了，然后再给你拴根绳，我摆摊的时候你就在我边上待着，你傻不愣登的样子，是不是更听话一点？你这叫非法拘禁。那你不是说我没什么法律意识吗？其实你这人挺好的，你看你人好，脑袋又聪明，转得快，身手也不错，人也靠谱。最主要是咱们两个配合默契。可惜了。可惜啥呀？可惜你身体不好。走了。快点啊！行了，给你留饭了。哎呀，老艺术家，你给我刻个皮影呗，就是用我的模子刻的。行啊，给钱就刻。手机有信号了，手机有信号了！哎，快看！那天棺材上那6个字儿，什么什么骨，什么东魂，这上面写的是“刘西谷望东魂”。你看，很对仗的啊。这刘和望都是动词，西对东，谷对魂，而且倒回来念也很对仗啊。你看，魂东望，谷西流。这就跟那些那个披甲进关的人正好合上了。你看，人被流放，那骨头往西边走了，可那魂儿啊就往东边回呢。这说明落叶归根都想回来呀。哎，巧了，叶流西，昌东，也是西对东啊。哎呀，与其在这猜来猜去的，还不如亲眼去看一看。反正我决定了，你也决定了，那今晚呗。决定什么？我们可能找到进关的路了，进吗？进呗，反正你们俩都进，我跟你们俩在一起肯定是安全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你说要是不带上我的话，就那丁柳和他干爹，回头不得弄死我呀？我还是跟你们俩在一起心里踏实。哎，这2个带不带？
就是一个雅丹，然后我们车停这儿呢。带带。哥，我叫你回去。给七爷带句话，我会照顾好小兰。慢点。今天我们打算进关，可能很危险，进吗？你们要进，我们当然也进啊，危险无所谓，能进关就行。终于能来点刺激了哈！不用和他商量。他是跟着我的，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。行，带好必要的补给，还有装备，到时候上我车。为什么？5个人太挤了吧？想进关就不要问那么多，日落前出发。怎么了？我们日落之前就进关，把东西从车上拿下来了。我们坐他们车。好。我来开吧。没稳了，这风越来越大，车子会被掀翻吗？前面那个雅丹至少有20米高，按理说应该把风给挡住，可风还是从那个方向刮过来。不行。抓了啥？再醒醒。什么？这厮杀！